谢加后，大家就看这一次啊。请帮我打马赛克。你的状况这次内膜来说，我们之前有做 ERA 检查，对不对？不明因所造成的，就找不到原因。你很难过吗？你不要这样讲，我会想哭哎！你干嘛这样？欢迎收看小象爱充满，这集真的很重要，希望可以顺利的迎接谢老板的到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又要回到茂盛医院，这次要做冷冻胚胎准备。而且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有做基因检测，这一步其实很重要哦，它可以帮我们提前了解到是否有潜在的遗传风险。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茂盛小王子李俊义医生，还有基因遗传主任，让我们确定我们的基因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而且呢，因为我4年前28岁的时候就来到茂盛取卵了，没想到今年要重来一次。选择医院非常重要，就是除了医院的口碑风评要好，医生的专业技术也非常重要之外，背后的实验室还有胚胎师的操作品质更是关键。你要知道那个胚胎冷冻之后再解冻，它可能都会有折损，所以那个胚胎师啊，或者是医院，他们都要去控管，他们要去眼睛要盯着那个东西，他们的胚胎解冻成功率是高达99%，非常高哎。所以这集呢会带大家一起记录，就是我第2次取卵，因为我4年前那时候 AMH 值好像是3，然后这次我记得是 AMH 值已经降到2点多，有下降哎。因为老谢上次检查出来的状况就是他的精子不太油，爱捆。这次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再取一次卵，因为医生也会希望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成功胚胎。同时呢，我们也会做 PGT-A 检测，这个呢是透过胚胎染色体的筛检，选择植入那个染色体数量正常的胚胎，可以减少我在备孕中过程的曲折，这非常重要。今天是我打针的第5天，我已经开始吃药了。这礼拜6会带大家去茂盛，要去看我的卵子成型的状况。备孕历，这是我最后1剂备孕历了，前面已经打完了。它好加在我是一个什么都敢的女人，连谢君米都不敢，到底是要怎么办？是要如果你老婆也不敢的话怎么办？其实像你这样能够对自己打针的人应该不多。他是打这个肚脐的下面2边，我都打这边，好，我就直接这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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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了快好了！你刚刚针扎下去是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哦。因为我觉得还好。我刚刚全程闭眼。你这样子没有给我丢脸好不好？应该有拍到。太丢脸了。好啦 ，OK， 那我们礼拜6见。叮，耶！滴答。现在我们要来检查我的卵子到底成熟度 O 不 OK 了。好，那等一下进去呢，就跟上一次的步骤是一模一样。医生帮我检查完之后呢，我就会告诉我，就是我下周什么时候可以取卵，然后取卵就是一个比较……好紧张哦。他每次取卵都没有陪我。因为你都在平日，没有啦，因为刚好要算它那个时间，就是你不能太早取，也不能太晚取，然后要看你的卵成熟度到那个时间点了没。好 ，OK， 不多说，我们赶快进去茂盛吧。我们顺便比较之前的状况哦，你的滤泡来说差不多了，还算是蛮多颗的。OK，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成长的状况，目前打了1、2、3、4、5、6、7、8天左右的时间了。那滤泡其实也是还有在稳定的长大，就是虽然说你的数量比之前会少一点点，但是呢，你还算年轻的状况。取卵时间就会约在9月16号。好，好吧，好。所以我来跟你说一下，那有没有打针还好吗？我打针都没问题。OK， 那很好，谢谢。会痛吗？我自己本身是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感觉。他比较不敢看，他比较会痛，他躲很远，躲很远，他躲很远。他没什么痛感，对，没什么痛感，我是没什么在害怕的。对 ，OK， 好，谢谢。那就先加油喽。OK， 下次见喽。看看有这么多的药要打。这个人每次我在打的时候，他都跑很远。但是有的要冰的，我等一下去买冰块放在车上。对，准备好了吗，各位？突然真超痛的。恭喜恭喜！还有1根。等一下，刺不进去，太痛了。那我刺同一个地方。深呼吸，深呼吸。哦，进去了。你是最棒的。我刚刚刺不进去，他刚刚在我上面，我刺不进去，什么意思？痛到刺不下去哦。不是，看我怎么往下压，他都还在上面。行。好了，我穿好手术衣了，全身上下全部都要脱，因为等一下进手术房是不能拍摄的。那我们上次是有录影，这次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次太晚申请，等就是看到我出来了，好不好 ？OK， 我们等一下见喽。
刚刚顺电进去非常的快，就跟我4年前的经验是一样的，但是好像比4年前的人来得多，因为以前4年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最后在这个等候区只有大概2-3个人而已吧，但现在是就是都满的，就一直有人进来报道，精神还不错。我是一个很容易醒来的人，因为麻醉对我来说，可能我身体比较高大吧，所以就是一觉醒来是很快速的。对，身体恢复也是蛮快的。对，我现在等尿尿，因为我之前知道，就是等尿尿是需要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还在麻醉状态嘛，所以你要等全部退掉啊，那个膀胱才有力把那个尿挤出来。好啦 ，OK， 那就到这边吧，反正我等尿尿也只是等尿尿而已。我们这集呢，其实也是个蛮计划性执行会蛮长的一集，就是没有那么快剪出来，因为还要等12月的时候我们登记老谢来取精，取完精之后才能做胚胎结合，胚胎结合也要看成功的胚胎结合有几颗，那就是等我们12月之后才能为大家揭晓。好啦，那我们就12月见，等老谢的精子喽。当然，我们又回到茂盛了。没错，我回来了。因为老谢他之前的精子报告检测出来呢，病恹恹的啦，残缺不堪。哎，你自己讲的啦，我可能没有帮你说咯。反正总而言之，我们大概培育了10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吃锌啊，吃维生素 C 啊，吃鱼油，吃 B 群，反正我们保健品也吃到足了啦。我自己也有在吃。然后我们终于在今年12月1号登记完之后，终于要回来了。是我们等这一天也是等一下，因为要登记之后才可以那个精卵结合，对，我们才算是合法伴侣嘛。对，好，那我们就进去吧。老师都要去看他的精子到底有没有用了。走吧，再没用真的是无法了。再没用就再继续吃。取精是来了，上战场了，上战场了。走进去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高级版取精室。这跟我们上次去的是差不多大小的。对啊，而且非常的干净，而且你看很卫生诶，还有用这个应该是卫生专用的卫生垫子吧？对啊，可是有需要这么长吗？所以自己敲的时候是会这样躺着吗？请帮我打马赛克。应该是没有更新。没有想要理你了，可以自己考。这边还有厕所，可以尿尿。拜拜。还是我可以待在厕所？不行啊！你现在这样走出去，其实会有点尴尬哦。为什么？他想说我们在里面干嘛？没有人要跟你干嘛？好，拜拜。你抽什么卫生纸？现在就开始紧张。擦嘴巴。老谢现在拿到他的精子报告。大家看到这个有点紧张哎，就是他这里有一个写数量的，然后43 million。好，我们要自己解读，我们等一下听医生解释。我们一般精虫大概分3个条件，一个是精虫的浓度，一个是活动力，一个是正常比例的形态，也就是说精子好的剩下多少的可能性。我们来开箱第一个 ，OK， 精子量破1亿以上，那你精子量现在有到1亿多只了，哇！你开心什么？因为上次好像只有6000万，6000万，上次蛮惨的。对，6000万。他一直说是去印度上吐下泻，吐到他精子都死光了。我记得上次真的是比较劳累的感觉。好，1亿9，基本上快接近2亿耶，2亿。你在开心什么？我是2亿男，可以这么说啦。你要说2亿男是可以的。然后你还有看那个精子状况，密密麻麻的。但我觉得你就照现在调整继续弄就可以了。但是基本上因为要做解冻了，所以基本应该这个状况之下解冻没有太大问题。哦，了解。耶！各位，我们现在来到板桥茂盛了。今天呢比较特殊，我们来板桥茂盛这边看胚胎报告，然后呢还要看 ERA 我的子宫内膜3合1。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月经来，就来茂盛这边拿那个子宫内膜3合1的药，然后要去吃那个黄体素啊等等的东西，然后看我的子宫内膜的状态，在我之后要植入的时候，他们才能算好时间，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 perfect 的 time。So 反正我就每一天都在吃药，每天都在塞，每天都在吃，每天都在塞。照3餐。对，然后今天要看，你看看女生生小孩多辛苦，那你男生只要付出爱。女生忙在前期，你前面还一直忘记，也没有提醒我没吃啊。总而言之，各位加油，我们一起加油。等现在就要看胚胎结果啦，有没有谢家后代，就看这一次了。好严重。对啊，我们走进来了，领了手术服，所以今天没有办法看到报告嘛？对，好，一些时间，对，好。好了，我换完我的手术服了。这边呢是我等等的恢复室，然后也是我的等待室。一开始要吃那个黄体素，好像是几个小时前，100个小时前吗？
哎呦，我还真没记得。反正就是要抓好是在医生跟我们讲的那一天，跟我们等一下要做手术的时间是要刚刚好的。所以那时候我是在泰国的时间2点，也是台湾的时间3点的时候吃下了第一次的黄体素，然后到今天就是3点的时候要做这个手术的部分。但是因为这个手术的话，它就是没有要打麻药，也不会有麻药，应该还好，而且它叫我胀尿，所以我不知道等一下会喷尿，所以等一下的画面可能会有点可怕。Anyway， 他们说不能拍摄。我等一下进去之后呢，下一秒你就会看到我躺在这边跟你说我有没有喷尿了吧？才不会喷尿嘞。他叫我胀尿应该只要照看里面的东西。他这样东西进去，搞不好我真的会压到我膀胱，我会喷尿啊。那如果真的喷尿的话，我真的只能说 I'm sorry， 医生，我真的没有办法。好了，等一下见。结束。欢迎回来，现在感受怎么样？刚刚很像月经出来那种炸裂。就是痛的那种，但是还好啦，没有到很痛，就是月经来的时候，我这边不都会酸酸胀胀的嘛，闷闷的。那刚刚就做有点像那种感觉，对。然后意思说有一些人10%的人，有一些他那个子宫颈会弯，所以很不好做，所以会打麻醉。但是每个人个案不一样啦，因为我是很正常的方向，所以就很好处理，对啊。然后又流一些血血。还有喷尿吗？没有，我刚出来才尿。赞哦，顺利。等一下上去要我们的正式胚胎报告出来了。Yes。好了，我们今天来开箱你的胚胎检查的报告。我们的胚胎检查报告。对 ，OK， 好的。哇，等待已久。我们总共有1、2、3、4、5，有6颗，解冻14吧。OK， 14有这样成绩算蛮好的。哦，真的吗？毕竟你算年轻，我说年轻人啊，我们一般来说大概就有2到3颗，甚至5颗的囊胚，更好会更多，更少就更少一些。但是这个5颗我觉得还算 OK。我们先说囊胚的外观是 OK 的，OK。好，那我们一定要，其他都失败。你还有其他的，不是就是不够大、不够漂亮的囊胚，那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做切片。OK， 因为我们在茂盛院这边，我们的至少是 BD、BC 以上，也就是囊胚是一定的大小的状况之下，有3颗是属于染色体是正常的，蛮正常的，对，有3颗是属于染色体是属于镶嵌体。好，我们来跟你说什么叫镶嵌体。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部分。蓝眼状况像这个，有没有看到干干净一整条的？这就是染色体，就是好的染色体的状况。那这种的话，有没有看到在第5对这里多了一点点出来？这叫镶嵌体。第17对这里多了一点点。应该是第16对这里少一点点。这些镶嵌体就是部分的缺点，也就是说它里面染色体并不是完完整整干干净净的，而是有一些多余、有些少的状况。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像这样镶嵌体是可以考虑植入的，它有分低度跟高度的。低度的就是小于50% 以下，在40% 啊30%这就算低度的镶嵌体，是有机会着床成功的。高度是比较辛苦，但是有些病人他就是只有高度镶嵌体，那就只能拼看看，但它失败率会比较高。那他也只能拼看看，是的，不多的话。对，但是至少不是异常的啦。了解，这样讲。好，那你们看第3颗，有没有看到这边第1对染色体这里有没有？掉比较多，有没有看到？有欸，这少了70% 的状况。就像这跟异常就很接近，这颗我们就不建议会植入。OK。但是如果你今天是43岁啊、45岁的高龄的患者的话，那可能这个就学不到更好，那这种就会考虑植入。所以你的状况是，当然我们先植入最好的这样子。对。本来就找到囊胚是在第5天的大小，但是有的囊胚比较慢，对，它长到第6天才长到比较大的状况，这个叫做第6天的囊胚。那它也是囊胚，但它发展速度就是比一般第5天慢了1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并不会优先植入第6天的胚胎。但是有些人胚胎就是只有到第6天了，但第6天其实现在目前被视为也是一个还算 OK 的囊胚，是可以植入的，是没有问题的。你在第6天就是有个镶嵌体，再多了一个30%，你看到现在这个就是所谓的低度的镶嵌体，就是可以考虑植入的。那这个是染色体是正常的，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因为这是切片的结果，它也不是100%是染色体的状况，因为我们切片不是切到宝宝我们切片是切你胚胎滋养层里面细胞里面，它也会形成胎盘的状况。那我们的内细胞层是会形成宝宝的状况，所以宝宝的细胞我们其实一概都不知道，我们没有切片了，我们没有切到那里去，这样了解。所以你说李医生，这样我怎么可以知道到底是好还是坏的？但是因为我们从胎盘跟宝宝相似度本来基本上高达80%的状况，怎么用这样来略知端倪？所以我们现在建议可以植入的有几颗？1颗、2颗、3颗，然后2颗候补，然后有1颗不建议植入。那还要再解冻卵子吗？我觉得先不用，暂时先不用。有这样的胚胎，应该我不认为要先解冻。所以医师认为他要有后代的。
目前看起来是有后代的，对，脑蟹是有后代了，有小蟹可能会出来了，应该是可以。今天是2026年4月11号，也是一个 big day 啊。今天算是 big day， 应该算了吧？对，你刚刚是提出问号吗？没有，因为离我们植入就剩10天了，所以这算是我们最后一次的给医生的回诊确认。应该说是要看我目前的子宫像状态如何，因为我4月的时候月经来就要开始吃药，然后我大概是从第3天开始吃到就是要植入这样子，所以说我每一天就是要吃蛮多颗的，要大规模做决定或是要做植入的部分都会是在台中茂盛，所以我们今天一大早又开车下台中，今天是礼拜6，那很兴奋啦，那我们先去吧，就看一下医生跟我们说，就目前状况如何，也要看我的子宫内膜增生的如何。没错，走吧。现在照子宫。你的状况这次内膜来说，血流比较偏高。什么叫血流呢？因为我们会观测血流阻力，血流阻力有比较高一点。那它是本身身体子宫本身的状况。它有类似说血管的收缩状况之下，它阻力太强，所以可能血比较过不去的可能性。所以我帮你用塞一些，我也刚刚帮你调整一下。所以我们到20号植入是没问题的。是没问题的。是的。这时候可能会安排植入的情形。所以这时候会开转黄体，用号开始会调整。好。这我签还是他签？两个人都要签。好 ，OK。现在就是有满满的药啊，要领满满的药了。这个德泰龙呢是口服黄体素，一天要吃4次，早中晚加睡前。血流阻力的部分的话，就是血液循环的部分，对，有比较偏高一点。会不会是因为我最近痔疮有点爆血关系？跟他们没关系，有可能跟你睡得不是很好啊，或者熬夜啊。植入前多去运动一下，比如说植入前多去运动一下啊，你可以泡个脚。那威尔刚的部分的话，到时候会跟安度孕会强蹦到，它呢比较小颗，比较不好溶解，它要先塞，用手塞就可以了，双手洗干净擦干，用中指塞，普遍人中指比较长。药放在阴道口，一个手指头深推进去，不可以一节生会掉出来，一个手指头深。那我们20号住台中好了，不然7点50那么早，住台中好了，这样你才不会有熬夜的那个。没有，那天要剪片出来，应该是会熬夜。那天要把白发粉赶出来。你血流高哦。好啦，不会啦，我他剪。我会早点睡。嗨，各位，4月21号来喽！大家早。然后我们现在在台中，等一下要赶去茂盛医院了。没错，我们7点50进茂盛，然后就要准备做植入这件事情啊。吃了很多天的药啊，各种各式各样的药啊，打了很多针了啊，后面好像还要继续打，就植入也是件很多事的事，而且我们前面走完白沙屯了，所以我觉得一切就是一个非常好焦虑哦。我并不要说焦虑，你不会紧张吗？其实我觉得我走完白沙屯之后，妈祖有给我一点每次讲到这个想哭。走那几天，妈祖好像有点让我就是要期待最后一天4月20回宫之后，4月21就要植入的那个形态。因为前面当然会焦虑，说我剩10天了，然后我剩1个礼拜了，然后我之后就没那个漂亮肚皮了。但是就是走完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想法全部放旁边，因为我在跟妈祖走的途中，我就是一直在说，希望可以保佑植入顺利，然后小朋友都可以健康，然后生产顺利。我每次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把那个其他的焦虑都丢旁边，因为我只想求顺利，顺利平安就好。因为我们现在等一下过去要20分钟，然后我们已经来不及了。出发 ，Go。VIP 室报道，现在休息室里面，我们在 VIP 休息室等等就要植入非才可。看到，对，坐下，补充一下能量。你右手边的话是我们的洗手间，待会如果想上的话也都是可以上的。很高级耶，对，很高级耶，哇！对，那我们今天房间是在左手边1号房吗？生理工地的部分。哇塞，好高级哦！这个比取卵的还厉害耶，是会比较不一样。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仿照5星级饭店的部分，那就是会让我们植入的太太们会觉得说，很放松，不会像手术室那样子比较冰冷这样，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9点50分喝水，他喝多少啊？喝1瓶，我们正前方 OK 有2瓶水帮你做准备，喝1瓶这样子。对，我们喝1瓶就好了。好，另外1瓶的话就先帮我备用就好了。好的。现在拿了胚胎的这个要植入的胚胎给我看，
好的，我们要植入的是2个胚胎。那我们的胚胎是一个 BA 跟 BB 等级的，我们还是会以那个基因是正常，然后没有相间体的植入为主。长得蛮酷的，就是很酷，球球。你放轻松哦。好，现在还好吗？可以。不好意思哦，这会比较不舒服一点哦。好。通常来讲，撑开阴道的状况之下就不舒服。好，放轻松哦。好。有没有看到那个地方？有吗？哦。有没有看到那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跟你讲一下白色的位置哈，这里有看到白色一条线这个地方。有。然后你看得到哈，这一条线呢就是我的管子的位置。哦，白白的那个。对，就是一体整个跑出来，有没有？它跑出来之后，然后胚胎是这里，然后管子伸出来了。有。好，酷哎。整个的。所以2个都进去了。对，来，这个就是你最后的照片。我们一般会给你一个照片看一下，虽然说里面看不到胚胎，他看到的是胚胎在随意的样子。啊哈。好，谢谢医生。哇，纪念呢。谢谢。外面人家在吃炸鸡耶，好香哦！坐进去。回来啦。还好吗？还行啊，不错哦。来，怎样？挺可爱。这是第1张照片。现在感觉还好吗？我以为你看到照片会哭，结果没哭。它没有一个形状啊。这就是白白的一个点。看，超没水准的人。他现在是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后面就看他会不会着床成功。对，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好啦。各位，今天是5月5号，那也是我们这集的。我们今天要来验孕了。对，怎样？你很紧张？很紧张啊，因为我昨天就睡不太好，就一直在想。难怪你嘴巴有点臭。因为刚刚吃个发糕吧。我们这支影片呢，拍了整整快1年之久，然后终于在今年5月5号要做结尾啦，各位。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先去抽血验尿，然后等下午2点半医师来，然后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好不好？哦，好快哦。不然要多慢？奇怪，不然要多慢？说实在，有或没有，你会怎样？有的话当然是很开心、很期待啊，然后嘞很兴奋，然后没有的话，我就觉得也会有点难过啊。但我难过是因为觉得你就是为了怀孕做了这么多辛苦，所以没有你也知道哦，没有受孕成功，我也会觉得很难过。然后没有，就算没有受孕成功也没关系，这样。好啦 OK，那我们就上去吧，我们要去抽血验尿喽 ，Go！ 报告出来了。报告出来，对，你抽血指数是有怀孕哦，但是指数比较偏低，所以这状况之下，基本上我认为胚胎有萎缩的可能性。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放了2个胚胎进去，对，然后胚胎放完之后，它可能有一些原因它萎缩，那我们就要思考，那还有没有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没办法怀孕的可能性？那第2个状况之下，我们之前有做 ERA 检查，对不对？ERA 检查是正常的，但是呢，你这次没有怀孕。而且植入2颗，那你下次周期来说，我的建议因为你胚胎问题点你植入2颗，我认为它从80%的问题掉到大概只剩下10到20%的状况，也就是胚胎这一次没有怀孕的话，它并不是主因。对啊。我是觉得，没关系啊。你很难过吗？你不要这样讲，我很想哭你干嘛这样？后来了，我觉得就平常心啊，对吧？这本来就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嘛。好一个，一起加油！下次就试试看自然周期的方式嘛，就用别的方式。那我们也就听医生的方式试试看。辛苦你，来，鼻子油。好啦，那就是这样了。暂时就是下一次再看了。后面完全不知道会不会下一集，这集应该该结束了。对啊，这集看很长了，结果努力了1年，第一次植入失败。下一次的话，我觉得就等我们真的确定了再说吧，才告诉大家了。对啊，就再说吧。对啊，就这个本来就是缘分啊。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来，对啊，好啦 ，OK， 谢谢大家喽。喜欢小象，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拜拜。